长，是不是有什么发现了？种种迹象表明，有第三个人存在。那么可以肯定杀手另有其人啊？我还不敢肯定。案发当晚，局长被害的时候是下着雨的，可是我们采集的这些枯草和泥土的样本是干燥的，除了庄小蝶的足迹以外，其他跟雨水没有任何关系。队长，那天天刚黑下来的时候还没有下雨。这么说的话，杀手应该是下雨前进来的。一会儿我们到院子里，再采集一些泥土的样本，回去鉴定。好。报告。进来。杨局长，技术科的鉴定出来了，确实有第三个人存在。您看看这个，地上、窗台上以及手枪上的土都是一致的。如果有杀手的话，他一定是个职业杀手，他的反侦缉能力很强。他戴着手套，穿着袜子，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，是很难查到蛛丝马迹的。手枪上除了庄小蝶的指纹以外，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土而已。我断定，一定是他在擦手枪上的指纹的时候留下来的。这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。还有一场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庄局长生前的记事本，我翻了一下，有明显的有用了符号的，我怀疑这和庄局长的死有关系。杨局长，这都是甲骨文里的龙字密码。庄局长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教过我怎么书写和识别这些密码。可这些符号，应该除了庄局长以外，很难有人再看得懂了。啊，你再看看这两本。这也都是龙字密码，那也就是说，庄局长在这上面记载了很多重要的事情。这3份记事本就由你来保管。记事本的事儿，只局限在你我2个人，对保密事业不能透露这是庄局长的笔记。局长啊，从现在开始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。杀手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。我明白，爸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只想拿回那个账本，所以派机器人潜入他家。可是没有想到庄敬和会拿着枪进来呀。他庄敬和是死在自己的枪下的，又能怪谁呢？既然杀了庄敬和，为什么不把庄小蝶一起杀掉？机器人讲，考虑到佩文和庄小蝶的关系，所以没有下手。爸，是不是有后患？现在还不知道。爸，虽然杀庄敬和是误杀，但是我觉得倒是歪打正着。庄敬和看过账本，也许会抄第2份，抄第3份，而且庄敬和是证人，他死了，了了这2年多的一个心结，这也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呀。是不是你交代给季麒麟，让他下的杀手？绝对没有，爸，这真的是个意外。我们宋家和庄家联姻，已经让我们摆脱了险境。这样一来，你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。我知道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
尽快找到那个账本。是。紫光制碱厂。庄局长的记事本里反复提到的是紫光制碱厂，这是宋伯年开的工厂。那2年前，庄局长就注意到了宋家的制碱厂。那个时候，宋家跟庄家应该还没有联姻吧？他们的联姻是庄小蝶回国那一天，庄局长才知道。庄局长对宋家制碱厂的调查，会不会成为反对庄小蝶追踪婚事的主要原因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他一定是查出了宋家制碱厂的一些问题。宋家在上古城的势力，有谁敢帮？所以他才这么秘密的调查，跟我都没有透露。大概他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危险性，他这是在保护我呀。还有2天就要开庭了。作为侦缉队队长，我竟然破不了这起凶杀案，我有亏恩师。审理庄敬和被杀一案，现在开庭。贾玉成先生，您当晚到庄家，是庄敬和约你的？我是不请自来。您在工作时间以外私自到访，您有急事儿？本来那天下午有一个很重要的行动会议，但是早上的时候就被取消了。我在警局等了庄局长1天，他都没有来。晚上的时候，我给庄局长家里打了一个电话，结果没有人接。当时几点？晚上7点20分。说说你到庄家以后看到的情况。大概是晚上8点30分。我到庄家大门口的时候，雨已经转小了。我拉了几次门铃，都没有人来开门。但是书房的灯还是亮着的，我觉得可疑，所以就翻墙进去了。根据警察局提供的侦讯报告，案发现场唯一一把手枪，只有庄小蝶的指纹，是这样吗？是。那我可不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：庄小蝶和庄敬和起了冲突，庄敬和用花瓶砸了庄小蝶，庄小蝶用枪射了庄敬和，又或者说顺序颠倒一下？反对！反对检控方无根据妄加揣测。我只是做了合理范围的推测，我认为有这个必要。庭上，反对无效，请证人作答。江玉成先生，难道我刚刚的问题很难回答吗？对不起，我得到的结论正好跟您相反。作为一个侦缉人员，一会儿我会在法庭上表述我的判案结果。庭上，我问完了。江玉成先生，你刚才说检控方所做的推测和你的探案结果相反，那么有没有其他可能呢？比如真有第三人在场？有。那么真有第三人在场，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留下痕迹？他是一个职业杀手，此次谋杀是早有预谋的。他在进屋前脱了鞋，他是穿着袜子戴着手套进到屋子里去的。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敢开第1枪，不敢开第2枪，留下一个活口，绝对比引来其他人更危险吧？也许是怕制造出更大的动静，引来更多的人无法逃生。庭上，我有充足的证据，想做特殊的陈述。请讲。我受上古警察局梁秋风副局长委派，协警员刘三林对作案现场再次勘查。死者庄敬和被枪杀的时间是11月4日晚上8点15分。我这儿有一份法医鉴定和4份旁证。这4个人是正在隔壁打牌的邻居。宝贝，好，啥事体啊？哟，枪声啊，哪能？啥事体啊？他们听到枪响的时候，看到座钟的显示正好是8点15分。我还有一份旁证。
案发当晚，庄小蝶和宋佩文、宋武平正在凯蒂西餐厅用餐。宋佩文可以作证，庄小蝶在离开凯蒂西餐厅的时候是8点10分。从凯蒂西餐厅到庄敬和的家，走路最快也要10分钟。那也就是说，庄小蝶是在8点20分以后，也就是在庄局长被害以后才到的家。反对。宋佩文作为犯罪嫌疑人庄小蝶的丈夫，他的证词无效。反对有效。江警官，你还有其他证据向法庭出示吗？我想问被告，你在离开凯蒂西餐厅的时候有下雨吗？我离开的时候下小雨，走着走着就下大了。我这儿有一份气象局的证明，凯蒂西餐厅和庄敬和的家同属南区。南区在下雨的时候是11月4日晚上8点10分。请注意8点10分这个时间，我之前做过陈述。第三人是脱了鞋，穿着袜子，戴着手套进到房间里去的。戴手套也好，袜子也罢，他从院子里爬到2楼的阳台，再从阳台进到屋子里，身上总要沾有泥土的。我刚才给法官的证据证明，凶手是在下雨前进到屋子里去的，他身上携带的泥土、草屑都是干燥的。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，那把枪上也沾有手套上的泥土。这些证据都是由上古警察局技术科做过严格的鉴定提供的。还有，作为一个侦缉人员，针对检察官刚才的推断，我来给出我的答案。刚才检察官说，庄敬和用花瓶砸了庄小蝶，庄小蝶用枪射杀了庄敬和，或者顺序颠倒，那就请大家注意了。庄敬和是后背中枪，庄小蝶是后脑受击，那检察官的推断怎么可能成立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庄敬和如果拿花瓶砸了庄小蝶的后脑，那庄小蝶反身应该打的是庄敬和的前胸。反之，庄小蝶如果在庄敬和后背开枪，从我们的判断来看，庄敬和应该是一枪毙命。那就算不是一枪毙命，庄敬和回身应该砸到的是庄小蝶的前额。所有的证据证明，庄小蝶不是凶手，真正的凶手仍逍遥法外。